尔特的父亲被史蒂夫这一耳光甩懵了，他捂着脸，震惊又委屈地看着史蒂夫，抽泣道：可是我比你大啊，是我先叫的史蒂夫啊。史蒂夫非但没消气，反而更是恼怒的又一个耳光抽过去，脱口怒骂道：你那个混蛋父亲知道我也叫史蒂夫之后，为什么没给你改名字？以下犯上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沃尔特的父亲两侧脸都高肿起来，心里更是委屈极了，哭着说道：先生，现在不是责怪我与您重名的时候了，您要想办法把我们父子二人救出去啊！救你们出去！史蒂夫被他气笑了，指着他气急败坏地骂道：你那个该死的儿子犯下如此罪行，你还想让我救你？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你们来给叶先生一个交代。史蒂夫说的并非气话，对他来说，自己来金陵的任务只有完成和没完成这两个选项。如果找到活人并且把活人带回去，这是完成了；如果找到死人，把尸体带回去，这也是完成了；如果找到活人又没能带回去，这就是没完成。而他心里很清楚，叶晨绝不可能让自己把他俩活着带回去，所以现在自己要是想完成任务，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把他俩干掉，然后把尸体运回美国。人都死了，叶晨肯定不会再留着尸体不放，所以如果叶晨同意，他宁可亲自动手，把这两个王八蛋干掉，这样就既能完成任务，还不得罪叶晨。想到这里，他干脆狠下心来，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这对父子罪恶滔天，不如您把他们交给我，我让手下直接把他俩干掉。沃尔特父子二人一听这话，顿时吓傻了。他俩原本还盼着史蒂夫把自己救出去，万没想到史蒂夫竟然要干掉他们。这亲戚来了，还不如不来。而叶晨此时一脸笑意地看着史蒂夫，问他：你是认真的吗？他俩可都是你的亲戚，俗话说血浓于水，而且在天香府的时候你也说了，任何人得罪了罗斯柴尔德家族，都要让他们血债血偿，怎么你反倒要对自家亲戚下手了？史蒂夫毫不犹豫地咬牙说道：叶先生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绝不是那种是非不分的蠢货，我说的血债血偿，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没有犯错的前提下，犯了错，别说是两个旁系家族的狗杂碎，就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直系血亲，我也照样大义灭亲。沃尔特的父亲气急败坏地骂道：史蒂夫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我们苦苦盼着你们来救我们，结果你却要把我们干掉，你他妈还是人吗？史蒂夫一脚将沃尔特的父亲踹出老远，怒骂道：他妈的，你要庆幸这是华夏不是美国，不然的话我直接一枪崩了你这个混账，还有你那个混账儿子。说罢，史蒂夫非常认真地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请求您给我个机会，给我一把枪，我现在就直接把这两个人渣干掉。沃尔特父子惊恐至极，跪在地上的沃尔特苦苦哀求道：叶先生饶命啊，叶先生。沃尔特的父亲也重新爬起来，跪着爬到叶晨跟前，哭着说道：叶先生，您可千万不能受史蒂夫这个混蛋的蛊惑，您要是让他杀了我们，肯定会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您就当今天的事情没发生，让我们父子俩继续被监禁在这里吧。叶晨看得一阵好笑，开口对史蒂夫说道：你想杀了他们俩，我不拦着，但是尸体肯定不能让你带回美国。为什么？史蒂夫连忙道：您就让我把他们俩干掉，尸体交给我处理，我有办法把尸体运回美国去，您什么都不用操心。叶晨无奈摇头道：麻烦你动动脑子，史蒂夫，他俩已经失踪很长时间了，你现在杀了他们，再把尸体运回去，你确定他们俩的家人不会找法医解剖尸体查明死因？到时候万一查出来人刚死没几天，再跟你来金陵的时间对上，到时候你爹问你为什么你刚到金陵他俩就死了，这事你怎么跟你爹交代？史蒂夫也意识到，如果杀掉他们，死亡时间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，于是便开口问道：叶先生，那您觉得怎么干掉他们才是最好的？沃尔特的父亲崩溃了，哭着骂道：史蒂夫，你他妈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？我们父子二人也没招惹过你，
你就算不救我们出去，也不至于非要置我们于死地啊！你他妈图什么？史蒂夫一时语塞，总不能把实情跟他俩说出来，自己脸皮再厚也挂不住。可就在他躲闪对方眼神闭口不答的时候，一旁的叶晨冷笑着对那父子俩说道：他之所以来金陵，就是受家族之命要找到你们的下落，并且不论死活都把你们带回去。如果你们不死，他怎么回去交差呢？卧槽！沃尔特的父亲用血红的眼睛死盯着史蒂夫，怒骂道：你还是人吗，史蒂夫？就为了完成区区一个家族任务，你就要杀了我们父子俩？史蒂夫见叶晨都把自己底牌掀开了，干脆也不装了，开口道：你儿子为了一己私欲就妄图毒杀人家女孩子的父亲，你他妈还好意思说我？要不是你们父子俩干这个龌龊事，你们怎么可能落到如此下场？我又怎么可能来这里找你们？妈的，自己就是个畜生，还埋怨别人没同情心，你他妈是真该死啊！说着，史蒂夫看向叶晨，开口道：叶先生，任务我也不求完成了，你也别养着这两个畜生了，干脆全剁碎了回外面那些狗得了。我在金陵待几天就打道回府，回去就说找不到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要是他们还想找，就爱他妈谁来谁来吧。父子二人见史蒂夫恶向胆边生，心里更是惊恐至极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万一叶晨真采纳了史蒂夫的建议，把他们俩搞死，他俩岂不就彻底完蛋了？于是两人纷纷向着叶晨磕头，哭着喊着求叶晨饶命。叶晨看着史蒂夫，笑道：现在杀了他俩，我这段时间的投入岂不都白费了？他俩住的牢房，吃的牢饭都是要收费的，更何况沃尔特透析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史蒂夫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叶先生，这钱我出，我10倍100倍出，我出1亿美金。沃尔特的父亲浑身颤抖着说道：叶先生，您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跟我老婆传条讯息，我让她准备10亿美金，不求您放了我们，只求您高抬贵手，留我们一条狗命。史蒂夫气炸，抬脚又要冲上去踹他，嘴里骂道：妈的，你这时候还学会抬价了是吧？叶晨把他拦住，开口道：你不要这么冲动，10亿美金也是钱，你给1亿，他给10亿，我这不就又赚了11亿吗？史蒂夫目瞪口呆，看着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他这钱您怎么要啊？要钱不就把您暴露了吗？叶晨笑道：这还不简单吗？史蒂夫，我给你支个招，让你这个任务干脆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同时我还有机会收到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史蒂夫惊讶地问：叶先生，您有什么办法？叶晨道：你看，我先让人把他俩拉上货轮送去中东，等船过了斯里兰卡进入阿拉伯海之后，我就直接让他们在货轮上以茫茫的大海为背景拍个视频，让他们通知他们的家人准备10亿美金，到时候这笔钱让他们的家人直接用虚拟货币支付，钱收到我就饶他们俩一命，但也只是饶他们一命，但绝对不放人。到时候视频一发出，大家都知道他俩在海上不在金陵，你不就可以直接打道回府了吗？而且也不会有人觉得是你没有完成任务。史蒂夫双眼瞬时间闪耀起兴奋的光芒，他激动不已地说道：叶先生，这个办法也太棒了，我们还等什么？赶紧开始吧。沃尔特父子听到叶晨这番话，悬着的心也顿时放了下来。叶晨的主意虽然很损，但起码能保住他们父子俩的性命，这个代价不过就是家里人多花10亿美金而已。自己现在都这样了，10亿美金算得了什么？想到这里，沃尔特的父亲连忙问叶晨：叶先生，您是真打算把我们送到中东去吗？叶晨笑道：你想得美，你们俩跟船去中东虚晃一枪就还回到这里来，到时候谁都想不到你们还会回到金陵来，所以金陵就是你们以后的长久归宿了。父子俩一听这话，心里又沉了半截，他们宁可被关在中东某个沙漠里的小院，也不想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养狗场，这样的日子他们已经过够了。可是他们也很清楚，自己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如屠宰场的牲口，
任人宰割。史蒂夫也松了口气，不禁感叹道：叶先生，还得是你啊，叶先生。对史蒂夫来说，叶晨的这个解决方案确实很赞。到时候大家都知道霍格维茨家的父子俩在大海上，他史蒂夫在精灵自然也就没意义了，任务都不存在了，还谈什么完成不完成？想到这里，他也不禁有些担心地问叶晨：叶先生，你说他们家人收到视频之后，会不会推测出大概位置，然后找关系把周围的货轮都搜一遍？叶晨笑道：怎么可能？我以前吃火锅的时候，往火锅里丢块鸡胗，用筷子捞半小时也捞不到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火锅就那么大一点儿，想从底下捞块肉上来都捞不到。让霍格维茨家里去茫茫大海里找一条船，他们能有这个本事，更别说我的每一条船都有万龙殿护航。他们想上去查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